九言感受到他的心痛懊悔。当初他几次三番地说他厌恶后宫勾心斗角、两面三刀的女子，原是儿时就被骗过、利用过、伤害过。他始终认为因着他的轻信，间接害了自己的母妃。恶人的计谋防不胜防，您和淑妃娘娘都是心善之人，皇上，我不认为您有错。九言，朕已失去母妃，不能再失去你。你若有什么差池，朕真的受不住了。所以，为了朕，好好待在宫中，不要让自己身处险境，好吗？皇上，将自己圈禁起来，未必就是安全狱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然危墙不除，处处是危墙。当年您和淑妃待在未央宫，照样有人找上你们，打破你们的安全狱。而今这要人一事，即便我不去查，早晚这把火也会烧到我身上。我明白您的忧虑，可我同样有担心，担心他们会对师父不利，担心他们会对朝廷、对您不利。您要我旁观，我实在做不到。我只怕将来真的出事，追悔莫及。淑妃的事，萧玉学会的是筑起城墙，不让恶人靠近；凤九言学会的是不让遗憾重演，主动出击。既已发现祸害，自当清除。你若只做朕的妻，该多好。妻子只需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，掌管后宅，而他显然不是这样。皇宫困不住他这个人，更关不住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。萧玉抬手指腹轻触他唇瓣，旋即吻上。凤九言半仰着脖子回应着他：我会查下去，您不可拦我。先将身体调理好，给朕生个皇子，其他的事你想做，朕不拦你。此事遥遥无定期，您这是在算计我。朕岂敢算计你？在你这儿，朕从来都没得选。话落，他扯开凤九言的腰封，将他抵在那案桌上。您既然不怕被人看到，大可去外面，天为被，地为床。听出他的讥讽，萧玉无奈地笑了，宠溺地将他紧搂着，亲吻他耳垂道：朕要脸，这种事朕做不来。去床上。要不要让太医瞧瞧？我觉得您这样大抵是不正常的。皇上，那姚娘全招了。御书房，瑞王呈上姚娘的供状。皇上，据这姚娘所言，她是北燕的细作，当年奉命自杀先帝，也引起南齐大乱，而今北燕又坐不住了，让她来行刺您。你认为他说的有几分可信？重刑之下，当有实情。可此人若是细作，想来非同一般人。臣也不知该信多少，但先帝为他所害这件事，应当是真的。臣复查过先帝在世时的脉案，却与他下毒的时间并正对上了。他既已交代了一切，那就没必要留着了。是，皇上。听说此次是你易容成朕的模样，孤身赴约。皇上新婚，曾言大小事务由臣代理，是以细作的那封信就送到了臣手中。臣初看此信，便觉有诈，可又不甘让淑妃娘娘一事埋没，遂是臣僭越了。朕便无责怪之意，此事凶险，唯恐你遭难。如何？可有伤着？得阮姑娘相救，臣并未受伤。阮福玉，正是，也是她为臣医的容。阮福玉可疑，你且细查一番。阮姑娘并非细作。也是，朕差点忘了你对她有情。此案交由大理寺审查，你就不必插手了。皇上，您还是要去查阮姑娘。她是南疆人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皇上这话未免太偏颇。阮福玉正在街市上闲逛，想给自家宝贝蛇寻个惯子，忽的出现一群官兵，将他给抓了。他好在这帮人并未对他用刑，见他拿不出通关文牒和路书，又得知他是南疆人，便要将他强行驱逐出南齐。阮福玉恍然大悟，他明白了，这竟是齐皇的贱人的意思。天海楼雅间内坐着一名年轻男子，他手握玉杯盏，手指修长净白。主子，姚娘死了。招了吗？按照主子您的吩咐，全招了，只怕齐皇不会轻信。北燕那边如何？秦萧所率新兵接往，燕太子借此煽动民愤，大有取代燕皇代之的野心。北燕国师此前已经按照主子您的吩咐，暗中为燕太子铺路，想来燕太子此次必能抓住机会。哼，送佛送到西，再帮燕太子一把也无妨啊。
愉悦的日子总是短暂，大婚后的第3天，萧玉便要上朝了。昨晚歇在了永和宫，萧玉睁开眼前，下意识去抱身边的人，却扑了个空。皇后呢？皇上，娘娘天还未亮就起了，正在外面练功呢。此事他也深感震撼，不愧是军营出身的皇后娘娘，起得比皇上还早。殿内，凤九妍穿着便服，头发高高竖起，发尾随着动作而摆动，远看似少年郎，鲜衣怒马，豪气冲天。哇，皇后娘娘真厉害！我早已听闻这孟少将军使的一手好枪法，如今得见，真是大幸啊！没出息，不过皇后娘娘比男子还英武呢，真乃英姿飒爽，我这个心啊都跟着砰砰跳了。皇上的视线都在皇后娘娘身上，眼中浮现浓浓的情意。不过，那些宫人实在碍眼，一个个的没事做偷看他的皇后。凤九妍练完功，沐浴后换了身衣裳，萧玉从后抱来。朕在永和宫也建造练武场，省得你练功不便。这有些劳人伤财了，何况露天练功，吸天地精华，最是合宜。九妍，您究竟是为了我的便利，还是不想我抛头露面？怎会呢？朕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？一群宫女太监罢了。他管不住凤九妍，还管不住那帮宫人吗？从明天起，但凡皇后练功的时辰，一个都不许来主殿。萧玉自以为打算得很好，殊不知他那小心眼儿藏都藏不住。凤九妍面上没什么情绪，只唇角迅速掠过一道弧度。萧玉心眼确实不小，就是有些多。您该上朝了。萧玉的心有些凉，都成婚了，怎么还对他如此冷淡？若他对谁都如此，萧玉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萧玉分明记得，凤九妍当初意识不清，将他错认成段怀旭时，也是有几分女儿家的娇软的。他会唤段怀旭郎君，会说些动人的情话。萧玉心中多少有个比较。直到朝会上，他仍是心不在焉。下了朝，皇后心里可有朕？刘世良心想，奴才又不是皇后娘娘，怎好回答呢？皇上乃天子，女子对您崇敬倾慕再正常不过，皇后娘娘亦是如此。萧玉默然不言。萧玉心乱，患得患失。摆驾永和宫。永和宫，若是段怀旭没死，你还会嫁给朕吗？朕和段怀旭，你哪个爱得更深些？你对他就能温柔小意，怎么对朕就这般不冷不热？九妍，你对段怀旭说过那些话，从来不曾对朕说过。凤九妍对他说过的最动情的话，也就是那句心悦他。我对段怀旭说过什么？你唤他郎君。您和他不一样，您是皇帝，我如何能对您言语轻薄？朕就是希望你对朕像对段怀旭那般，将朕当作你喜欢的男子，而非帝王。郎君喜欢我这般对你？萧玉被迫后仰着头，惊讶于他这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但他很喜欢。他上手想搂住凤九妍的腰，却被他低头含住那喉结。那一刹那，萧玉脑袋中好似有什么炸开了。你也亲吻过那心段呢？他手里没你这般浪荡。朕浪荡？皇后，继续。朕更是你的夫君，你无论怎么对朕，都妥当。不行。怎么就是不听朕的？朕准你对朕放肆。可以弄哭您吗？我喜欢看男人哭。萧玉心想，让我哭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再说，我也很难一下子哭出来吧。不是寻常的眼泪，我想看您在床上哭。朕与你想的一样。他也想弄哭凤九妍。凤九妍战意忽起。是吗？那便凭本事说话。皇上，宫外有个孩子说您是他的父皇。您的孩子？不是朕的。莫非是？当初祖庙之乱，慕容兰找了个与他容貌相似的孩子，冒充是他的子嗣。天龙会大败后，那孩子也被丢进天牢。再之后，瑞王查清了，那孩子是被天龙会利用，从亲生爹娘那儿抢来的。查明了一家人与天龙会并无瓜葛，瑞王遂将孩子送回他爹娘身边了。父王，您为何不要我了？朕是不是说过，再这般唤朕，便割了你的舌头？可之前他们都说您是我的。将他送回去，并告诫他爹娘，若是再管不住自己的孩子，
就别养了。当天侍卫就寻到了那孩子的爹娘。当初我儿被人抢走，如今我儿回来了，却过不惯苦日子，非说皇上才是他爹爹，还说他以后要当太子做皇帝，草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皇上留他一命，以示恩赐，滚吧。夫妻俩接到孩子，却发现那孩子已经说不出话来，他们无比震惊。官爷，您对我儿做了什么？他既不会说话，便用药毒哑了他的喉咙。永和宫，凤九言晓得皇室声誉有多重要，尤其是帝王的名声。那孩子被天龙会利用固然可怜，但若放任他胡言乱语，必然生乱。将他变成哑巴，便是保全他的性命了。闭嘴就能保全更多，对姚娘而言亦是如此。可她为何对您说那么多？姚娘身为细作，如果只是想杀您，失败被抓，要么缄默不言，要么服毒自尽，至多只需承认弑君这一项罪名。她却是主动揭露害死先帝的事实，如此对她有害无利。她这样做，若仅仅是为了激怒您，实在不值当。此人的话不可信。确实如此。朕也觉得他供出北燕着实太轻易了，何况燕皇怎会如此犯蠢，派一个毫无计划的人来行刺？更像是让他自投罗网。恐怕是有人想挑起南齐与北燕的争端，才设下这一步。一日朝会，萧玉提出改制一事。皇上英明啊，府兵制避免了将领长期掌权，能杜绝军队哗变，从根本上防止内乱呢。皇上，改制是大事，动了筋脉绝非短时间内所能成。眼下外患不断，当求稳，不该冒进，唯恐被别国趁火打劫呀。皇上，若要改制，臣认为还是当心建教武堂。毕竟这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培养出将领，才能带兵打仗啊。此话一出，许多人纷纷附议。萧玉兀自记下。下了朝，他来到永和宫，与凤九言说起教武堂一事。林老将军这话没错，我也认为应当如此。南齐以前也有教武堂，但不管让谁授课，那些将领们都不服气，还为此大闹过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如今这学生有了，先生可以找谁倒是个难题。只可惜你是女子，又入了宫，否则就能入教武堂做先生了。如何不能？萧玉恍然，的确，如何就不能了？为求名将，就不该拘泥于小节。几天后，孟少将军要做教武堂的先生，广招学子。此消息一出，诸多人兴奋前往报名。哎呀，这今儿报名的人可真多呀！啊，那是，孟少将军的学问，谁不想见识见识啊？行了，都散了吧啊！今儿到此结束。大人，我要报名。夜间，萧玉驾临永和宫。有什么需要朕帮忙的吗？不用，您先安歇。直到将近子时，凤九言还在忙于绘图。萧玉有些陪不过，径直将他抱起。九言，很晚了，我还没……剩下的明日再接着弄，朕可舍不得累着你。说完，直接把人抱进床上。都这么晚了，萧玉也没精力做什么，但单单是拥着他入睡，就是一件幸事。有妻如此，真是朕的福气。话落，他就沉沉的睡着了。等我做甚？既然乏了，就该早些安歇。日，凤九言晨起练功，萧玉也跟着他。他平日里都是忙里偷闲的练功，没有定时。朕的剑法不好，你教教朕。好。刘世良在不远处站着，瞧见帝后二人一同练剑的身影，暗自喟叹。哎呀，这个皇后真是选对了，大婚后皇上的脾性都变好了呢。另一边，宫外客栈内，主子，您就这么去教武堂？说万一被认出身份，怕是……相逢对面不相识，不觉得很有趣吗？慈宁宫，太后，这新皇后可真厉害。自她入宫以来，除了新婚那晚，皇上是夜夜宿在永和宫。奴婢听说，那永和宫几乎夜夜叫水。如此放纵，如何当得起贤后之名？如今她还要去教武堂教习，这可真不像是成了婚的女子。人家是戍守边境的巾帼女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乱嚼舌根？奴婢参见公主。桂嬷嬷，你如今是越发放肆了。母后，您可别听她胡言乱语。女儿说句不敬的话，您若还想着让秀婉表妹做皇后生皇子，为此不惜和皇后作对，我是绝不会站在您这边的。是非大义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孟少将军这样的人入宫为后，是南齐之福，您可别学太皇太后，想将这福气赶跑呀。琪儿，母后是那么愚蠢的人吗？长公主真是好大的脾气呀。总之，您万不可将后宫那些阿杂手段用在皇后身上。你这孩子，龟嬷嬷是有错，
你身为长公主，怎的也这般沉不住气，对母后如此无礼，在你心里，哀家还不如皇后亲。母后，儿臣不是这意思。行了，母后也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放心吧，经过这么多事情，哀家早已看开了。那慕容家盛极一时，朝夕之间就没落了。还有那慕容兰，往日里是宠冠6宫，结果呢，皇上就没宠幸过她。慕容兰都如此了，秀婉这样子，哀家也没什么不甘心的。您能这样想就好。桂嬷嬷，你也是，若非看你对母后忠心耿耿，就你这张嘴，本公主早就撕烂了她。这桂嬷嬷什么都好，伺候她也是没用心，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。其儿今日敲打她也好。凤九妍一来到慈宁宫，皇后娘娘。凤九妍反应淡漠，先对着主位上的太后行礼。免礼，赐座。哀家身子乏力，桂嬷嬷扶哀家去里面歇着。是。皇后近来可好？是我让母后传你过来的。教武堂重开，我想做旁听学子，可行吗？此事，公主应去请示皇上。皇上？哼，他不同意。他说我一个女子就该安安分分等着嫁人。他还说我都是嫁过人的了，如今有男人要我，就该感恩戴德。哼，他就是瞧不起女子。凤九妍一听这话，眉头微微皱了皱。小雨居然会说出这种话，他简直无中生有。九妍，你相信朕，她是朕的皇姐，又为了南齐和亲，朕怎会这般挤兑她？萧琪的心肝黑透了。今日朝会不顺心，确实不顺。对于皇后要授业一事，前朝大都是反对。许多大臣认为，既为女子，就当安于内室，怎能像男子一样做先生，还要教授男子？为此，萧绎险些要杀人。他们怎么不想想，若非有他凤九妍，梁国怎会成为我南齐藩国？北境岂能安然？何况那些要加入教武堂的人，也都是因着有凤九妍坐镇。如今这教武堂开设了，他们倒想将凤九妍剔除在外，呵，真是好大的脸。不过这种事儿，萧绎一人足以镇压。琐事而已。说回萧琪，她一个长公主，不宜进教武堂，哪怕是你来求情也不成。长公主不同于寻常公主，她手中有权。近来她又在暗中拉拢朝臣，因她并未闹出什么乱子，萧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。我也认为防患之心不可无。教武堂的那些学子多为武将，若长公主有心结党，便是滋养其野心了。我说的您不认同？不，朕是没想到你的心如此狠。并非我心狠，实是人心难测。尤其是皇家兄弟阋墙，防不胜防。既然我是您的妻，就当同心同德，一致对外。九妍，九妍，他胳膊一揽，将凤九妍环抱住。你实在是个好妻子，你想做的便去做吧，朕不阻你，朕永远为你留着后路，不负你对朕的信任与扶持。世人皆言他是暴君，登基后第一剑就挥向自己的亲兄弟，如今终于有人懂他。你想哭？但紧接着凤九妍轻身吻上他唇角，细细柔柔的吻犹如羽毛拂面。皇上，能让我抱抱您吗？但紧接着凤九妍起身弯腰，手探向他腿弯处，这是要将他横抱起来。萧绎当即后撤。皇后，你想干什么？抱你啊！凤九妍不解的歪头，一副不是都同意了吗？现在又躲什么的困惑模样。有你这么抱男人的？战场上有人受伤，我便是这样抱人的。那你也不能这样抱朕。您不喜欢？废话，哪个正常男人能喜欢？不是说既是夫君，对您做什么都行吗？那也不能。也罢，就让你抱一回。谁让他一言九鼎呢？他就当受伤了，眼睛一闭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真听话，但是您不必一再委屈自己。萧绎睁开眼，有些不明白他了，他究竟想不想抱自己？我不会哄人，方才见您快哭了，这才想着将您的眼泪下回去。皇后，你还真是贴心呐！不会哄他，就吓他是吧？此时阮福玉也念着心上的郎君，他被关在牢里，明日就要被强行送回南疆，好不容易托人见到了瑞王。王爷，我怀了您的孩子。孩子？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让大夫来摸脉。他自己也会一些基本的诊脉之术，于是他抓过阮福玉的腕子，这一探，他眼不是眼，鼻子不是鼻子。哼，臭男人，要不是为了留下来，
才不会便宜你呢。瑞王不信她真的怀上孩子，他急命柳华寻一名经验老道的大夫，结果那大夫告诉他，王爷，这姑娘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1个月，也就是帝后大婚那晚，他们喝醉酒后，瑞王的心彻底死了。发生了何事？皇上，阮福玉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萧逸猜测，难道阮福玉是男人？否则瑞王怎么这般心思？阮福玉怀上身孕，还是瑞王的？朕想为他们赐婚，你意下如何？阮福玉什么打算？据瑞王所说，他也同意成婚，毕竟这孩子都有了。凤九妍仍感到不可思议，阮福玉和瑞王，一个温润良善，一个狠辣无情，怎么想都觉得他们不般配。不过转念又一想，依着他从前和瑞王的接触，这瑞王也是个心思深沉的人，他的本性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。嫁娶乃私事，阮福玉不是被逼的，凤九妍就不会插手。教武堂授课开始，学生陈震，湘南人士，在下霍人荐居皇城，报国杀敌是我志向所在。在下刘烨。他又翻了翻此人的家世背景，看着并无什么异样。刘兄这样的上了战场，敌军会以为是个美娇娘呢。众人哄堂大笑，刘烨一点不恼，眼中透着淡淡的疏离，好似任何人和事都无法左右他的情绪。安静些。皇后娘娘，我们该称您为娘娘还是孟少将军呀？在教武堂没有职位尊卑，只有先生与弟子。是，先生。真真是这里唯一的女弟子。你们可知何谓望君器？古籍有云，望君器乃源于望气，是望气的一支。气是一种高深莫测、凡人难以察觉的东西，只有天赋异禀，亦或者受过高人指点之人才能够看得见。诸如帝王之气、邪祟之气，这些看似幻虚缥缈的东西落到军旗上就有了实处。还有吗？除了敌军规模，还有敌军的士气，私以为这士气才是军纪之中的主要。刘演说的不错，发现敌军的踪迹与规模，对于你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并非难事，军中斥候即可为。这敌军士气才是你们身为将领该探的，也只有你们能探。这些都是我们已知之事，您要教我们什么啊？见微知著，望君器亦是如此。日暮将至，凤九妍走出教武堂，阮福玉突然冒出来：郎君，今日我可请了好些库友来，你可莫要推辞啊。凤九妍想到东方氏他们要人一事，他正想与东方氏好好商谈，于是他让侍卫回宫告知，而后与阮福玉去了酒楼。但看到里面坐着的人后，凤九妍脸色顿时变了。苏焕，苏公子，不，苏姑娘，你们都错了，该称她皇后娘娘。郎君，姐妹们早就想见你，与你叙叙旧了。如今你贵为皇后娘娘，可欠他们一个解释呢。苏焕，不，皇后娘娘，你可知我为了你至今未嫁人，你怎么会是个女子呢？阮福玉，难为你把他们都搜罗起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也确实欠他们一个解释。若因我耽误你们的终身事，我愿负责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当初都是他们一厢情愿，您无需为此自责，更不需要对谁负责。阮福玉心想，这冷仙儿还跟当年一样，令人讨厌。什么叫他们？冷夫找男都是把自己摘得干净。我可记得，你当年跟着苏焕跑，比我们殷勤的多。就是，怎么就你清高了？我们一厢情愿，你就和苏焕两情相悦了？诸位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若及早向你们言明女儿身，或许你们不至于如此。如果你们还想觅良婿，我自当竭尽所能。好了好了，都别争了。要我说，闹成这样都有错。皇后娘娘，做不成夫妻，还能做姐妹吗？你若真想弥补，不妨将姐妹们安排入宫，如何？阮福玉睚眦必报，他一直没对萧玉下手，是看在凤九妍的情分上。皇宫，皇上，侍卫来报，皇后娘娘和阮福玉去了酒楼，晚些回宫。和谁？阮福玉，那女人都要嫁给瑞王了，还不死心，难怪今日这右眼皮总跳。半个时辰后，萧玉亲自前往酒楼接皇后回宫。走到那雅间外，只听见屋内传出好些人的声音，还都是女人。众目的景象令人愕然无措，却见一屋子的女人东倒西歪，应是喝多了。皇后娘娘坐在中间，一只手撑着额头，已是意识不清，任人拿捏了。你们都把郎君伺候好了，到时候封你们做妃嫔。
你做高飞，你呢，做个美人儿吧。要是够听话，就封个皇贵妃。萧玉要气死了，他就知道阮福玉没安好心。唯一清醒的是冷仙儿。你们是谁？放肆！这是皇上！冷仙儿瞳孔一缩，萧玉冷着脸，一言不发，直直地盯着凤九言。凤九言深谙酒多误事，但今晚这酒是阮福玉精心准备的，不知不觉就醉了。他抬手想赶走那些声音，却不知这一巴掌落在萧玉脸上。陈金，聚众寻衅，都关起来。是。萧玉转而将凤九言横抱起来，大步走出雅间。大牢，阮福玉被一杯冷水照着脸泼醒。大牢，他怎么又被关进来了？皇后呢？被皇上接回宫了。王爷，胎相很稳，并无大碍。瑞王眉头皱起，似乎对这个回答很不满。他喝了这么多酒，对孩子没影响吗？阮福玉也算是看明白了，冷笑：哼，怎么，你巴不得这孩子消失是吧？让你失望了，这孩子随我，命硬。瑞王紧了紧拳头。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，我可以娶你，但是你安分点儿，别去招惹皇上和皇后。阮福玉眼神一暗，就好像谁稀罕他娶自己似的。紫晨宫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眼睛慢慢聚了光。皇后，你可知你已下犯上了？凤九言望着他，忽的一个翻身将他压倒在下风。他低头嗅着萧玉身上的气息，萧玉不明所以，随后又听他问：您喝酒了？还真是贼喊捉贼。喝醉酒的是你。凤九言应了声，往他身上一倒。他似是累了，将萧玉当作床榻。萧玉万般无奈，好气又好笑。在酒楼见他身处万花丛中，萧玉简直想就地拽起他，好好质问一番。转念一想，他跟个醉鬼计较什么？再说，若真的争论起来，岂不是正合阮福玉的意？那女人想离间他们夫妻，他偏不能让她如意。萧玉轻拍凤九言后背，宛若做爹娘的哄孩子入睡。突然间，凤九言抬起头来，目光迷蒙地望着他。怎么了？兄弟一场，你要杀我？谁跟他是兄弟？九言，你忘了，我们是夫妻。还有，朕怎么会杀你呢？凤九言从善如流，他哦了一声，旋即又扑倒在萧玉身上。萧玉以为他就此消停，睡着了。约莫一盏茶功夫，他又抬起头来，得派人去北燕。杨娘背后这人要挑拨南齐于北燕，那么在北燕，他势必也有行动。此时，城中客栈内，公子，皇后已回宫，是被齐皇亲自接走的。一个是只晓得儿女情长的帝王，一个是为爱退位的少将军，两个人根本是愚不可及。新婚燕尔，正是防守最薄弱的时候。郡，告诉严太子，北齐的时机快到了。紫晨宫内殿一片死寂，萧玉眼神乌沉沉的凝望着倒在床上的凤九言，是他的眼神太坚定，以至于萧玉以为他醒酒了。别人醉酒耍酒疯摔东西吐苦水，他的皇后醉酒还在关心国家政事。萧玉的神色晦暗难明，旋即他起身放下了帐幔，帐内随之响起男人低沉的勾惑声。九言，给朕怀个皇子。凤九言是被萧玉折腾醒的，他口干舌燥，睁眼只见那晃动的帐顶，如同身处一叶扁舟，遭遇海浪，他抓不住任何一个可依靠的东西，眼泪生生被逼出，氤氲红了眸。萧玉吻去他的泪，在他腰下垫着块软枕，他眼中猩红，看向凤九言的眼神又极尽炽热温柔，胳膊上青筋骤起，额头胸膛上皆有细汗，顺着那线条往下汇聚。近日疏于练功了。他在经营多年，难免会碰见那些打着赤膊的，那些人练得一个比一个精壮，是以他很早就清楚什么样的男人好看，什么样的男人好用。萧玉是属于好看又好用的，但是他的腹部原本有8块，分割得十分明显，而今那线条有些模糊了，其中2块几乎要消失。发现他这一变化，凤九言才有了那一问。然而在萧玉听来便是另一层意思，他觉得他虚。于是紫晨宫燃了一夜的烛火。次日，众宫人望着空荡荡的场院，纳闷皇后娘娘每天都这个时辰练功，今儿怎么没动静了？殿内床榻上，凤九言还未醒来，不管他是否能听见，萧玉叮嘱道：朕去上朝了，你今日且歇着，教武堂那边不必去了。等朕回来给你上药。
下方的人没有任何反应。萧玉嘴角稍微扬起，拂去他鬓边碎发，在他脸上落下一吻。早朝后，他将宁妃召到御书房，宫人们都瞧见宁妃出御书房时一脸愁色。慈宁宫，哎呀，到底怎么了？皇上让我办诗会，给那些未婚男女。姑母，我这不成媒婆了吗？她好歹也是皇家的妃子，怎能做这种事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媒婆多难听啊，是月老。月老，这也没好听到哪去。总之，他就不想办什么诗会。紫晨宫，萧玉回来时，凤九妍已经下了床。见到他，凤九妍起身行礼。让你歇着，你怎么就起了？我已无碍，皇上，阮福玉他们，朕有容人之量，不会为难他们。随后他扯开话题，上完朝有些饿了。凤九妍见着此情此景，不由想起当初那时他去凤九妍宫中用膳，但凡他用过的碗筷，凤九妍都给扔了。世事难料，曾经无动于衷甚至是厌恶的人，竟成了他的枕边人。看朕做甚？没什么，有些陈年旧事没必要跟他说。魏王府，你看上的是什么人啊？黑心肝的，他想把我那些姐妹强嫁了。并非强嫁，是诗会，未婚男女彼此相看，皇上不会强行赐婚。再者，她们如何是你的姐妹？现任皇帝那点心思都已经昭然若揭了，他就是不想他们接近皇后。因这气氛，阮福玉胃部不适。你不舒服？溥仪来为阮福玉把脉，结果依旧是胎相很稳。阮福玉兀自冷笑，哼，跟他斗？他的蛊术可是能以假乱真的，就算是再高明的大夫，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出真相。瑞王面如土色，但回想起来，他怎么都不记得自己和阮福玉有过夫妻之事。圣驾至永和宫，在做什么？这是商道。东山国富饶，重文轻武，近100年来参与过的战事屈指可数，也鲜少与别国相交。自先帝以来，两国就未曾互派过使臣，是以两国通商之道未开。按理说，这东山国与我朝并无商事往来，这商道从何而来？此乃暗道，两国不通商，朝廷的政策挡不住民间所需，一旦有求，就有利可图。商人们为了谋利，命都豁得出去，渐渐就形成暗道。有明手，就有暗手。当初萧玉与大军被困南境，粮道被断，他兼运粮草，走的就是暗道。你疑心药人一事与东山国有关？天龙会已灭，然药人至今未寻到源头，现在断言为时过早。我打算让吴白先去趟东山国，我想再去看看那道观下的密道。当初我们在那地遇到许多药人，也没阐明他们是从何处而来。那密道既然通天牢，想来也会通往别处。让引六他们去查就是。我总要亲眼看一看。师兄当年查此案时只有17岁，一人单枪匹马尚可为，如今我有这么多人手，无所惧。一想到师兄被人残害致死，想到师父师娘这些年守着一个未明的真相，饱受折磨，凤九妍就想尽快查明此事。多带些人手，小心为上。是。次日，凤九妍带着侍卫们前往道观，下入密道。有火药，护卫娘娘撤离！地道果断发出巨响，旋即坍塌，石块下坠散落，挡住所有人的去路。撤！就在此时，道观不远处，树影下站着2个人。看到凤九妍一行人撤出道观，他唇角略微扬起一抹弧度。走了。皇宫，萧玉听闻密道被炸，十分担心凤九妍的安危。我无事，今日这一遭说明，那暗处的人已经坐不住了，只要他们有所行动，就会露出马脚来。专人做专事，那密道的机关远比我们肉眼可见的要多。我找东方氏来，改日一起再探。无论如何，你得平安。您多虑了，没嫁给您之前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一直都活得很好。若是朕外出，凶多吉少，你能不多虑？萧玉本以为他会说什么来安抚他，却听凤九妍说：“原来师父师娘为我担惊受怕多年。”萧玉十足郁闷，他的皇后有时就像块木头。正当他郁气汹涌无法消解时，皇上，我晓得你的担忧了。萧玉的郁闷顿时被挥去，眉宇间多了些欣慰。他刚要开口，凤九妍又郑重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，不会死您前头。我的意思是，皇后与朕必能白头偕老。”萧玉真怕他再说出什么不合宜的话，毕竟不管凤九妍比他先死还是后死，这话都不中听。几天后，宫中办诗会，男男女女汇集。
宫中这诗会办的热闹，长公主入宫探望太后，听见那欢声笑语，遂驻足瞧了瞧。刘公子，你能入教武堂，有人杰之资，我怕你将来能做将军。南风收下帕子，道了谢。女子见此，面上的红晕越发浓了。那么，我等你来府上提亲。说完这话，他就走了。长公主站在暗处，亲眼瞧见那女子离开后，男人转而就将帕子丢了。她身旁的婢女小声嘀咕：“公主，此人真是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既然不喜欢那位小姐，为何还要收下帕子呢？莫不是怕得罪官家人，影响自个儿的仕途？”皇后，诗会那样热闹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本宫有别的事要做。我今儿可瞧见一桩稀奇事儿，教武堂有个学子，那个刘演面对姑娘的手帕示好，表面收下了，背后却丢了她。由此可见，此人品行不端，应该将他赶出教武堂。长公主，教武堂的学生，本宫无权驱逐。至于你所言之事，眼见未必为实。我亲眼瞧见的，不可能冤枉了他。皇后，你可得想清楚，如今你是他们的先生，就得对弟子的品行多加筛选，否则将来他们惹了祸端，你这先生也要被连累了。只要你同皇上说，那刘演必能被赶走。我也识得几个颇有天分的，你挑一个去，补上刘演的位置。听到这儿，凤九妍的脸色微变，她想赶走刘演，真正目的是要把自己人塞进教武堂。公主，且不说你今日所见之事到底如何，即便是真的，本宫也觉得刘演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。没有心计，如何带兵打仗？没有两面三刀的本事，如何迷惑对手？本宫不会因此就否定刘演的才能。皇后，你信我，那个刘演是个坏心眼儿。我虽拿不出什么证据，但凭我的感觉，他不可控。长公主所言，凤九妍多多少少听进去了，但她不会在长公主面前表现出来。等长公主离开，凤九妍吩咐晚秋，让人去趟刘演老家，好好查查此人的品性。为将者是需要心计，但不能诡诈。诗会结束后，阮福玉的姐妹盟被击溃，即便她们没有看上的男人，也不愿入宫，只因她们见识了宫中的规矩多，宫殿奢华却死气沉沉。她们笃定这皇宫苏焕待不久，那她们何必把自个儿也搭进去呢？何况冷静下来后，她们也如冷仙儿一样，察觉出阮福玉的不怀好意。阮福玉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他猜这一定是萧玉那贱人的手笔。哼，贱人的心眼就是多，难怪能把我的郎君哄骗走。阮福玉心中不痛快，一心想着凤九妍，连自己快要大婚都忘了。眼看着就要大婚了，瑞王至今也无法接受他真和阮福玉有了孩子。但阮福玉在他床上醒来，确有其事，于情于理，他该对阮福玉负责。大婚前，他向皇上告假，萧玉巴不得他赶紧把阮福玉娶了，毫不犹豫地准了嫁。7月初，东方氏来到皇城，还带上了樊进他们。这是自毁，往往是为了掩盖通道，截断追兵用的。说话间，他随手绘图。凤九妍见他画出的蜘蛛网，凝眸沉思。这个是啥呀？我初步猜想，这密道应该是蛛网。蛛网？机关术中有一种密道，像蛛结网一样，以某地为中心，四方纵横，连通南北东西。更甚者，连丁癸、未丑、坤艮、申寅，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蛛网。那密道就如这蛛网，从中间向外扩张的是纵丝，也就是你方才所言，连通南北东西12地支等；而连接纵丝，以包围之状一圈圈外扩的是横丝。到底是孟少将军，一点就通。要做成这样一个完整的蛛网阵不简单，我也只在书中看过。据我所知，这天底下没有人做成过，甚至于这只是仙人的异想天开。他们观蜘蛛结网有所心得。既然没见过，你怎么确定这密道就是蛛网？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虽无完整的蛛网阵，却多的是人以此为基，简单的贯通南北东西还是能做成的。这密道或许算得上是个小蛛网，也是极为罕见的了。他已经等不及想亲眼去瞧瞧了。接下去密道的事，凤九妍全权交给东方氏。回宫后，他将今日所得告诉了萧玉。萧玉看出他为何烦忧，蛛网连通的地方越多，送进密道的要人从何而来就越难明确。这一天，晚秋送来书信。娘娘，按照您吩咐的，侍卫去查了刘岩，这就是他的所有了。刘演从军过，且就在北大营。至于其他的记录，怎么看此人都没什么问题。娘娘，教武堂选择学子早已查了个彻底，既然刘演能入学，说明官府备下的那些没有差错。但据奴婢所知，若有心，许多东西都能造假。你若实在疑心此人，可派人再细查。凤九妍眸色平静。
既去过北大营，他就托师傅查一查，多个心总是没错的。翌日，教武堂有武士，这武士并非简单比试，众人分成2队，营救出被困在敌方手中的队友。凤九岩想通过这场武士测一测刘演，不过他派了引六暗中窥伺，不多时，刘演被抬下山。凤九岩看到他满脸是血，且已昏厥，不由得眉心蹙起一团。娘娘，刘演一行人偷袭对手被发现了，关键时候他主动暴露，掩护了其他人。凤九岩沉着双眸，陷入沉思。2个时辰后，因着刘演的掩护，他的队友成功藏起，伺机而动，救下了人质。如此一来，他们这队就是胜了。先生，我的同胞们都还好吗？没必要装得关心旁人，你可以直接问，是赢是输。先生，我只是想赢。不想赢的将军打不了胜仗，你的做法没有错。先生，你也是这么想吗？你也一直想赢，到如今嫁为人妇，还是想赢吗？自然。皇宫御书房，今日回来的这么早。皇上，您相信直觉吗？宣城之乱，朕不晓得你就是苏焕时，靠的就是直觉认出了你，所以朕信。我眼下也有个直觉，那刘演对我好似有股莫名的战意。既如此，就将他逐出教武堂。您不弄清楚就赶他走，未免太信得过我。他让你感到不适，便是他的错。萧玉几乎是无师自通，就晓得如何讨人欢心了。凤九岩言归正传，此人若真有异常，还是留在教武堂，多让人盯着些。萧玉认同的点头。近日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或许会改变天下局势。是北燕吗？燕太子逼宫夺位，现已登基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更何况是新帝登基。皇上，我认为北燕就如同那震天雷，不知何时会炸，得多加提防。朕知道，此前就猜想有人暗中挑拨，试图引起南齐与北燕的争端。这次燕太子逼宫上位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人在暗中相助。朕已写下密旨，交由边境将领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务要谨慎以对。此时北燕境内，皇宫里，南齐杀我将士，朕欲出兵讨伐，可否？皇上，太上皇在位时曾承诺南齐10年不交战。砍刀落下，2人旋即身首异处。新帝一招杀鸡儆猴，朝堂上再没有反对他的声音。出兵讨伐南齐已成定局。7月7，民间称七夕乞巧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娘娘，这是皇上命奴婢们为您缝制的新衣，可要现在换上？颜色倒是素净，是皇上亲自选的颜色和面料。片刻后，凤九岩换上了新衣，上身后才知这衣裳的样式是他未曾见过的，比男装要柔软多姿，又比女装简单易行动。这也是皇上的意思？皇上将要求一一说明了，奴婢们照着改的。皇后，这新衣很适合你，你呢？喜欢吗？臣妾很喜欢。都退下。工人们都走了。今日七夕，我们出宫同游，可好？我只是觉得乞巧的风俗不适合您游玩。九言，你今日什么都无需做。这些日子你着实辛苦，既要尽皇后职责，又要去教武堂授课，还费心于要人言。你瞧你，都瘦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朕苛待你了。凤九言皱了皱眉，低头看向身前。瘦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反而长肉了？萧玉喉咙微哑。总言之，朕想你放松些，无需成天闷在宫里。成亲2个月，暂且不觉得闷。倒是那些妃嫔，他们才应该出宫放松。他们嘛，经历祖庙之乱后，即便恩准他们出宫，他们都没这胆子。怎么，你心疼他们？皇后怎么不心疼朕？朕在这宫里的时间比他们都久。说到底是您想出宫游玩吧？您下回想要什么，直言就是。朕也没有想到你如此辛劳，七夕都不出门。您是想说我不解风情吧？无妨，朕有风情就成。风情不如何，我看您倒是风韵犹存。风韵犹存？他这是拐着弯说我老了。宫外，今日是七夕，繁华的街市，诸色人等熙熙攘攘。凤九言猜了许多花灯，都由萧玉拿着了。他往两边瞧，
其他夫妻同游的与他们的情形刚好相反，都是男人猜谜迎花灯，女子拿着花灯，小鸟依人跟着。而他，萧玉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各式花灯，又看向那猜谜成瘾压根儿不管他的凤九言。夫人，你歇一歇，为夫来猜吧。您来。萧玉正要大展身手，却见那谜面写着“大财小用，小财小用，废财不用”，转向旁边另一盏花灯。本以为那盏能简单些，却更加令人犯迷糊。形如狼虎狗猪，却非畜非兽。萧玉还没看完就暗道：这个巧者也不好猜呀。夫君喜欢这盏？我觉得这字写的不错。总不能说他猜不出。旁观者清。陈吉瞧出皇上的杀意，想烧了这花灯摊的暴躁。这是本谜，出题者故作玄虚，弯弯绕绕，实则有失水准。这位夫人真的奇女子也，我这儿的花灯都要被你赢光了。这就猜对了？就是，我方才就瞧见你和老板眉来眼去，定是一伙的。周围那些没猜着花灯的人纷纷附和：给不起花灯就别弄猜谜送花灯，还找人把花灯赢走，真是欺人太甚。你们别胡说呀，我跟这位夫人素不相识啊。萧玉面色冰冷，输不起还想惹事。事该报官。秋风起，草色晚，肃杀而冬至。此句取草与肃，草色晚，晚即无早，去早，草成草字头，与肃相合，即为萧。身为南齐子民，心向陈国，好大的胆子！老板立马跪地磕头。冤枉啊！小人实在是不知。押送至官府严审。是。我真的是冤枉，一个谜面而已，我绝无那等心思。是你们这样猜的，这是诬陷，这是。众人惊讶地发现，这些谜底单个看起来很寻常，连在一块儿就是抨击朝廷昏聩无能的打油诗。萧玉这才意识到，凤九言在这摊位上猜了许多花灯，应是早就察觉到不对劲。一行人在酒楼内用膳。皇上已经审问出来，那人的花灯都是家中侄子所写。那书生今年春闱失利，认为是朝廷提前科考所致，愤世嫉俗，心存报复，现已将那人捉拿，等候发落。杀了？您不是喜欢他的字吗？就这么杀了，有些可惜。那学生多大了？若是年轻，倒是还能修正。据说是刚满10岁。关押10日反省。是。南齐律法规定，参加科考者至少得10岁。那小童生既是刚满10岁，想必本打算今年参加科考，却因着您提前春闱，导致他科考当天未满10岁，如此才会对您心生怨念。数字而已，朕没放在心上。即便没有你盯着，还有那些官员和捕快。是。苏冠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凤九言回头望去，果然是江林。萧二，你也在呀？今日你穿成这样，我还当是小官呢。红衣可不是每个男人都能驾驭住的，只有那风月楼里的小官才会穿得这般骚气。小官，他找死吗？对吗？苏焕不是嫁给皇帝了吗？按理说，他肯定不敢背着皇帝找野男人。那么，眼前这个萧二，该不会就是……江林后知后觉了真相，他笑嘻嘻的，右腿往旁一跨，左腿一靠，右腿再一跨出，不过几息就移动到2丈开外。那个苏焕，今儿真不巧，我们改日再去啊。再然后，这人一溜烟又跑了。追！陈吉当即领命，不多时，江林就被抓了回来。陈吉揪着他的后衣领，将他拎着。江林笑得比哭还难看，频频看向凤九言，无声地向他求助。该，他自己一身红，还见不得别的男人穿红。不是，皇上，您大人大量，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？啊！堂堂首富江家的继承人，如今完全失了脊梁骨，先保命要紧。既然江公子这么喜欢风月楼，陈吉送他一程。是。不如让他将功折罪。关于那暗伤道一事，他还真得问问江林。三人转去雅间，江林听完凤九言的描述，这暗伤道位于东北，那块地是我堂弟负责的，我去信问问他。放心，一定把这事儿给你打听透了。如果真的涉及要人生意，绝对逃不过江家的眼线。多谢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帮我打通的商道也不少，我全当报恩了。皇上，草民以前有眼无珠，对您多有不敬，这杯我敬您。
朕这样穿很像小官儿。哎，不像，您英明神武，高大硬朗，怎么会像小官呢？啊！萧玉看向凤九言，他一度怀疑凤九言故意让他穿成这样。凤九言避开他的视线。月色不错。萧玉心想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和江林分开后，帝后二人坐上马车准备回宫。萧玉有些郁闷，坐在角落一言不发。江林的话，你没必要当真。朕在意他的话做事，朕在意的是你。皇后，你在羞辱朕。您这可就冤枉我了。我只是觉得这衣裳有些衬您。他压根儿没想到这层，是江林那丝胡言乱语，而他恰好觉得江林说的有那么点意思。衬出朕什么了？小官样吗？难怪朕与你走在一处时，其他男人都对朕投来鄙夷的视线。原来他们都以为……在萧玉表达不满时，凤九言不合宜地笑出了声。你在笑什么？凤九言凑过去亲了亲他的脸。行了，皇上，您就不要别扭了，人家瞧你是嫉妒你呢。今夜不回宫，去自在居。遵命。萧玉皱了皱眉。你不回宫？他方才说错什么？凤九言生气了？凤九言淡淡然一笑。是我们，臣妾想试试那浴池，也想试试您。萧玉脸色微变，因为凤九言的手贴放在他小腹。自在居浴池内，巫山云雨，不知疲倦。萧玉看着凤九言身前的烈焰刺青，抬手抚上。凤九言微微站立了一下，旋即轻身将他扑倒。他发丝落在萧玉脖颈间，唇色异常妖异冷艳，与那烈焰相得益彰。夜半时分，两人才偃旗息鼓。萧玉搂着他躺在床榻上，燕足又放松。你那伤和段怀虚有关？不是。他翻身平躺，望着那素白的帐底，讲述起往事。那是他在北大营的同袍，与他几度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他十分信任他，但是在一场战事中，他被那人偷袭，险些丧命。凤九言醒来后，听闻那人投靠了敌军，险些给北大营带来灭顶之灾。后来呢？没找到他吗？没找着，想来是易容出逃了。萧逸想到他醉酒那晚说的胡话：兄弟一场，你要杀我。有没有可能他和段怀旭一样，都是刻意接近你？这意味着从你一开始认识他，那就不是他的真容。您说的对，那很可能不是他的真面目。我竟从未想过，我完全信了他。一则是灯下黑，东方氏精通术法，会画骨，也不是一直没有看出你是女儿身吗？二则敢接近你，那人的易容术必然精湛高超。此外，你与那人生死之交，难免被感情左右。您先安置，我去找东方氏，让他画像。阮福玉还有2日就要成婚，须得学习诸多礼仪。夜间，一蒙面男人找到他，师弟，师姐，师父得知你来了南齐，十分生气，特派我来寻你。你以前追着苏焕也就罢了，如今还要嫁人，这要是让师父知道，那就别让他知道。这可不行，我答应了师父，事无巨细都要告知他的。废话这么多，难怪那老东西派你过来了。你的蛊术太无能，少你一个不少。师姐，你清醒一点吧！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嫁给瑞王，你就是为了苏焕。可她都嫁给齐皇做皇后了，你一辈子都等不到她了。寇时期，你再说一个试试。我姓葛，葛时期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老东西快死了，要我回去接手蛊王呢。老娘风华正好，可不想为了练蛊把自己弄得不人不鬼。那位置，你们爱谁做谁做。大半夜，东方氏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。苏焕，再一看，皇上也来了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东方氏画完了。按照你说的，应该就是此人。他脑海中闪过无数张脸，没一张能对上。唯一抓住的熟悉感就是清晨，教武堂，拿下。不多时，随着干布镇药水往他脸上一抹，那假面现出褶皱。侍卫粗鲁地将其揭下，旋即刘演的真容暴露在众人眼前。终究是被你认出来了。当年他还叫周岩时，曾是凤九岩的挚友。战场上他舍命救过凤九岩，后来他成为凤九岩的军师，为他出谋划策，共御外敌。可以说他们是最为默契的同袍。北大营能壮大，周岩有大功。是以当初他临阵背叛，给了凤九岩一刀，凤九岩一直难放下。你是哪国的细族？来南齐有何目的？
怎么，还想再杀我一次？邵将军，有些话我只能同你说，相识一场，你总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不是解释，是供述罪状。你想说什么，就在这儿说，这里没人需要回避。若是当真如此，您上次怎么会险些在地道遇险？凤九言沉思片刻，最终还是挥了下手，示意那些侍卫都去屋外守着。真正的细作在你身边，只有提前知晓你要去密道，才有可能及早埋上火药，所以害你的人不是我。你也知我去过密道。那不一样，我担心你安危，一路尾随，这才知道你要去何处。在如此情况之下，我不可能比你先到密道，更别说在里面放置火药了。你进入密道之后，我就在外面，见你安全出来之后，我才放心。他说的有几分道理，但凤九言对他早没了信任。密道一事，我自会去查，你只需说明是谁派你来的南齐，此番又意欲何为？我不是南齐人，我也并非是细作，当初刺你那一刀非我本意，我是被人算计了。话落，他挽起衣袖，露出胳膊上的道道伤痕。又见他扯开衣领，脖子以下竟也有不少伤疤。当初那一刀我失了智，因为我遭人毒害，险些被制成药膳。中药人之毒，毒发时无法自控，会变得暴力，感觉不到任何疼痛，遇人就杀。你我几乎都在一处，你如何中的药人之毒？我如何遇险的事不能与你细说，因为我答应过一个人，绝不将你牵扯其中。那人是谁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是孟将军。在那件事之后，我知道北大营无人再信我，而且药人背后的人也盯上了我。我遂离开南齐，就此调查药人一案。再后来，我查到此案与东山国有关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藏身于东山国，暗中查找药人的源头。你若坦坦荡荡，为何2次易容欺骗？我父亲谭台，名谭台眼。兵家谭台？是。位于几国交界处的天台山是谭台家所居之地，他们世代隐居，鲜少下山。隋炀帝结束乱世，建立大周后，曾请谭台出身，3顾天门山皆被拒之门外。谭台家除了精通兵法，还擅长机关术，与东方家平分秋色。此番我来到南齐，一是为了继续追查药人一案，南齐到东山国有一条暗商道；二，则是为了帮助南齐共御外敌。我在东山国多年，早被东山国主识破了身份，他威逼我让我为他所用。是以我清楚的知道，北燕国师乃至许多朝臣都已被东山国所收买，他们早已计划挑起北燕与南齐相争，从而坐收渔利，就如同当初的旭阳一般，一统天下。东山国主冯我在我身边安排了很多侍卫，实为监视，因而我无法直接告诉你此事，我就只能假借挑拨两国关系，将姚娘送到你面前。姚娘是你的人？我让姚娘故意透露是北燕的细作，这是为了蒙蔽东山国主安排在我身边之人，并且我深知如此拙劣的离间计，你一定能够察觉到，从而去查北燕，查到东山国，也只是早晚之事。赤焰莲是你所送？谭台眼望着他，没有否认。姬皇，我认为天下皆可作为棋子，若真有这么一个掌棋人，那就非您跟南齐莫属。北燕与南齐的战事已经是不可避免，不妨就此灭掉北燕，再灭东山国，这天下分久必合。你信他？皇上，先将他关押，待查明他身份再行处置吧。却只见谭台眼将那匕首刺入自己胸膛。当初那一刀，我现在还给你。快去找大夫来！突然间，他自己拔出了匕首。少将军，那机关密道是我谭台家所制，是主啊，这是残缺的图纸，我若死，他能助你。好好查一查他身上那些伤疤，以及他是否中毒。是皇后娘娘。据谭台言所言，北燕受东山国挑拨，将要对南齐发兵，应该回宫布防了。我得将这图纸交给东方氏。紫嫣，你当真信他？他自称是谭台家的人，我会查明。眼下不管他可不可信，南齐都该备战。你说的是？他没有听到刘演前面的解释，无法容忍傅九言对刘演十分在意的样子。当初他险些死在刘演手里，任凭刘演说的天花乱坠，哪怕送上这密道图纸，他都不信这人。这是男人的直觉。凤九言亲自将蛛网图纸交给东方氏。这图纸10有8九是真的。苏焕，如果是真的，那这就是一张完整的蛛网，你从哪弄来的？是一个自称谭台家的人。谭台家？他们出山了？这蛛网我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有这图纸，找其所有连接点，如虎添翼。而且既是谭台家所造，想必是用于战事，这对南齐百利无害。只是这蛛网，尤其是完整的蛛网，一直都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机关术。若真能证明它的存在，对于全天下而言，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
说实话，我身为东方家的后人，还真不想他面试。东方兄，拜托你了。这张图是以大周国的域图为源，从大周到如今的南齐，当中经历了诸多国家，而今若是再用南齐的域图来寻，定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得提前告知你，我需要一份大周国的域图。还有，我初步判断，这张图可能囊括当初的整个大周，范围之广，靠2条腿走不完。因此，我还需要一匹宝马。我还会多派些人手给你，以防某地出现要人，你和老樊他们落入危险中。你想的周到。解决完这图纸的事，凤九言便回了宫。娘娘，大夫回禀，那流眼确有中毒之症，但尚且不知道是什么毒，只知那毒会令人癫狂。那毒真是要人之毒。他坐在案桌前，提笔写了封信，让人送去北境将军府。是，娘娘。昨晚到今天，凤九言几乎没休息。北燕虎视眈眈，东山国阴谋未明，南齐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危机四伏，他无法安然合眼。直到晚间，萧玉才驾临永和宫。东山国要对付的不只是南齐和北燕。皇上这话何意？朕方才得知，南疆被围困了。何时的事？哪国所为？就在不日前，随和部集结其他部族，全军进攻南疆。战事只持续了短短5日不到，南疆的防线全线崩溃，就像是随和部联军提前破防，有备而至。皇上，我晓得您的顾虑，您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不，你太重情义。流言受伤时，你的担心可不像是假的。那只能说明我能以假乱真了。说实话，他前面说的那些，我信了7、8分。毕竟许多都与我查到的一致，错就错在那一刀。他给自己的那一刀，细过了。现在想来，自从他进入教武堂，就是在引着我发现他。尤其是武士那次，如果真如他所言，只是想暗中相助，那他大可以将蛛网图纸悄然献上。在那样的情境下交给我，是在算计人心。何况，您不觉得他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很熟悉吗？忘记了段怀旭。周岩进入北大营的时间比段怀旭还早，因而他清楚凤九言和段怀旭之间的事不足为奇。你是说，他刻意模仿段怀旭，进一步取得你的信任，让你心软？或许是我多心，但对付一个精通各路兵法的人，每一步都得仔细。见他这般理智，萧玉就放心了。入夜后，瑞王府的宾客们熙熙攘攘。新房内，瑞王进来时就看到他坐在桌边吃菜，丝毫没有新娘子该有的羞怯不安。不止他在吃，他的蛇、蝎子、蜈蚣，他们都在吃。地上还躺着个婢女，看样子是被吓晕过去了。阮夫人，本王娶你是为了你腹中的孩子，以后本王绝不会碰你。这屋子从此就留给你，往后你我夫妻互不相干。你莫要将那些东西弄进本王屋里。说完他就走了。阮福玉听了个真切，并无任何反驳。他如今最在意的是南疆，顶着这瑞王妃的身份，他明日能够入宫谢恩，到时候他就能见到苏焕了。1月2日，瑞王携心腹进宫谢恩。不要坏了规矩，不要缠着皇后娘娘，最多2刻钟。永和宫，南齐必然会派兵增援南疆，我已命人前去保护南疆王和你师父。眼下的困境只是暂时的，你莫要过于担忧，影响腹中胎儿。郎君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帮我。你如今是瑞王妃了，又怀着身孕，这也是宫里吗？瑞王妃那副柔弱无骨的样子，还有望向娘娘这深情的目光，这真是成何体统？皇后，你这婢女真不懂规矩，赶紧让她出去吧，可别打扰我们。晚秋，瑞王妃腿软站不住，将她扶起来。是，娘娘。晚秋护住心切，生怕什么脏东西进了娘娘的身。因着习武之人孔武有力，轻轻松松就将阮福玉抱了起来。阮福玉心想，真是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，这小婢女的劲儿还真大。2刻钟过去了，又等了2刻钟，这人才出来。不过是被娘娘身边的婢女抱着出来的，但阮福玉还躺在人家怀中，一脸惬意的样子。王爷，你还在呢？说好2刻钟，你怎么？你管这么多做甚？老娘爱待多久待多久。皇上，那流言所言倒是可信。若按他所说，从随和部防守较弱的北线反攻，就能解南疆燃眉之急，这是眼下最为稳妥的战略。召皇后过来。片刻后，凤九言来了。绕行作战确实可行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派兵攻打随和部。是，皇上。李老将军走后，萧玉握住凤九言的胳膊，径直将他抱到腿上。九言，朕觉得此事不简单。那个流言
即便他真的是谭台家的后人，也不能留。眼下一切都不明了，不能杀他。若他真在效忠东山国，此番来南齐就是要取得我们的信任，制造混乱。杀了他，东山国必然另有行动，暗箭难防。倒不如将计就计。再者，谭台眼一死，要人的线索也会断。萧玉低头靠近他，闻到不属于他的脂粉气，眉心忽皱起。舒野王妃来过了。是。下回别让他碰你，朕闻不得这味儿。好。几天后，东山国3年一征兵，士兵不在多而在精。若军营前就会进行选择，将士个个能打硬仗，但因这人数不多，无法进行大肆的外扩。这一场针对南齐的围攻之战，东山国要么不参战，要么只派少数兵力，以此坐收余力。皇上，联盟当破，但不能盲目的去破。说句狂妄的话，那些小部族，我南齐兵士必能胜之。我认为当破大国。你是说西女国？我愿出使西女国。西女国不同于别国，他们的国主和官员都是女子，对男子有莫名的敌意。再者，正因为我是皇后，前往出使，西女国更乐于接受。南齐从无皇后出使。秘密出使，对外不可透露此事。一方面不让前朝知晓，免得他们意见不一，耽误大事；另一方面，以免北燕和东山国有所察觉，改变策略。你要出使西女国，此事捂不住。您只需对外称皇后有孕，需静养。九言，朕担心的是你的安危。皇上，围攻之局一成，南齐就亡了，到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皇后？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放心，我还舍不得死。谭太炎诡计多端，此番帮我们对抗绥和部，很可能就是在打消我们对他的怀疑。我谎称有孕，也能反将一军，迷惑别国。您若实在担心，就将飞鹰军派给我。飞鹰军曾是他组建的，后来因着乔墨一乱，他解散了飞鹰军，将他们送给了萧玉。为了凤九言的安危，别说飞鹰军，就是将军队派给他，萧玉都愿意。皇后平安归来。他说的对，眼下容不得儿女情长优柔寡断，围攻之局一成，南齐必亡，到时候死的是千千万万的百姓，他得决断。皇后，我们已经好些天未同房了，你就……他视线缱绻，好似能拉出一段长丝，一点不像朕。说话间，萧玉握着他的手贴放在自己腹部。那，朕近来练得极好，不想看看吗？凤九言毫无顾忌捏了捏萧玉的腹部，萧玉当即紧绷起来，吸气，保持。您这么忙，还有时间练功？萧玉憋不住那口气了，抓起凤九言放在自己腹部的手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再者，外敌虎视眈眈，朕更得强健体魄，以备御驾亲征。是以这些日子练得更勤了。如何？皇后可还满意？今夜，萧玉大掌按在他后腰，一个用力让他贴近自己，旋即攫住他的唇瓣，吮吻轻咬，双手撑住他宽阔有力的肩，呼吸缠绵，身体微热。他们都如同醉了酒，眼眸凄迷，又隐着原始兽性般的凶狠。他提灯穿过人潮那一夜，以为撞进人间良辰夜，才惜有前缘，命中注定的传言，经风雨露出照面，像他曾画我低头的羞怯。午时，凤九言小憩片刻，换上变形的男装出了宫。跟着他的暗处有隐卫，明处有晚秋这个舞婢。这也是晚秋头一回跟着娘娘出宫，一路上都十分警惕。大牢内，谭台眼坐如钟，这些日子清瘦不少，胸前的伤似乎已经不碍事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伤病之状。狱卒来开门，拿来他之前的衣物，对他说：“刘公子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谭台眼眼神平静，好似早已料到。外面一名婢女拦住他。谭台公子，皇后娘娘有请。酒楼雅间内，凤九言和谭台眼面对面而坐，中间的桌上摆满美味佳肴，与大牢里的饭菜天差地别。国有孕在身，无法饮酒。此话一出，谭台眼平静的眸中掠过异色。我也没想到能怀上。当初在天池雪山，我遭遇雪崩，身子大受亏损，按理说是很难有孕了。好在师娘悉心照料，
为我排湿解寒，也可能是上天庇佑，赐给我这个孩子。我已查明你的身份，此前确实是我误会了你，而今你为南齐出谋划策，南疆之危也快要解除。不仅是南疆之危，随和部想对付的恐怕是南齐。谭台言打断他的话。凤九言明知故问：怎会如此？随和部有这样大的野心？东山国让我挑拨北燕，肯定也会盼其他人挑拨别国。我也是这几日在牢中思索而得，东山国他想要对付的是南齐。凤九言佩服谭台言的高明，真真假假，叫人难以分辨。我能怀上这个孩子不容易，所以就算八方来敌，我也无法再上战场。周兄，哦不，谭台公子，你可愿留在南齐，为南齐解此危难？我也不愿见到南齐覆灭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必不辱使命。好，只是你还是疑心我，对吗？不，凭着我们的交情，你既已解释清楚，我自然信你。但皇上不信，他生性多疑，怕你另有图谋。他说，除非你能服下这十方散。晚秋就拿出了一瓶药放在桌上，十方散是剧毒，并且千变万化，随便加上一味药就能令其天下无二。解药只有制毒者才知晓，解药需要每月服用，是用来操控死士的毒物，以确保不会受到背叛。我知道这对你不公，如果你不愿意……他话说一半，谭台眼倒出那药吞了下去。霎时间，凤九言眸中一紧，为了覆灭南齐，谭台眼竟能牺牲至此吗？饭后两人就要分别。唉，皇上单怕我这孩子有差池，要我安心养胎，教武堂我就不去了。你若有什么事，直接禀告皇上。南齐能人名将甚多，我非南齐子民，就算有什么策略奉诏，皇上也不会进行。我能为南齐做的，就是找齐整个诸王暗道，他在战时能发挥很大的作用。我会劝说皇上，让他同意你参与诸王。等他回到客栈，下属十分担心地询问：主子，他们可有为难您？当真怀有身孕吗？不过无所谓了，针对南齐的围攻之局已经成了，就算他们反应过来，想要破局已是为时已晚。皇宫，萧玉今晚早早地结束政务，来到永和宫，里面黑灯瞎火。他进入殿内，正要质问宫人怎么不掌灯，却没见到一个活人。刘世良站在外面廊檐上，真邪门啊！这永和宫怎么不点灯呢？忽然他听到殿内一声闷哼，好似皇上被人挟持。刘世良当即想冲进去。刘公公，皇上和娘娘度春宵，你做甚？刘公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春宵一刻怎么乌漆麻黑的？内殿，萧玉被凤九言摁在了床上，双手都被缚上，拴在床头柱子上。萧玉借着月光依稀看到他的轮廓。九言，你这是弄哭你？他的声音飘荡在萧玉耳边，击打他的心。萧玉一点不再怕的，饶有兴致的笑道：哦，朕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手段。很快他就会后悔这般嘴硬。春宵酒，后半夜帐内传出男人压抑的喘息声，他真坏。一夜过去，帝王眼睛微红肿，他真坏。2天后，皇帝宣布皇后有孕之喜，群臣大呼天佑南齐，皇上终于有后了。凤九言今天就要秘密离开。答应朕，平安回来，朕只要你平安。凤九言点头，并且交给他一只香囊。你做的。九言，朕很高兴，亲手给朕戴上，好吗？凤九言没有拒绝，熟练地给他系在腰间。皇上，等我回来。还有，不要疏于练功。好。你就是那接榜的大夫？是。可否让草民先看国主脉案？可。草民，孟少将军，你小瞧我西女国的探子了。还不等傅九言看清他容颜，剑尖就抵上了他的脖子。抬头只见那西女国国主一袭黄色沁衣，约莫40岁的年纪，头发披散着，面有皱纹，然岁月不败美人。让自己的皇后来我西女国，齐皇可真是舍得。
怎么，不怕朕杀了你？见过国主，此番前来贵国，乃是以使臣的身份，而非南齐皇后，更不是什么孟少将军。外臣奉吾皇之命，兼出使西女国重责，人在屋檐下，外臣愿低半个头。不知国主可愿听一听南齐结盟的诚意？不过几息，他做出决定，收剑入鞘。不必站着了，坐着说。南齐想要的很简单，战事起，西女国的兵士不会跨入南齐境内，只要西女国按兵不动，待战事结束，南齐还能存在，便会给西女国3000担玄鹰石以及主火枪的兵器图。3000担的玄鹰石，还有主火枪，哼，南齐舍得？恐怕是缓兵之计，待你们退敌后就不认账了吧？一方面是为己，南齐危机在即，舍小保大，乃弃车保帅之举；另一方面是为公。如果西女国与我南齐友好结盟，玄鹰石、主火枪，我南齐双手奉上。若贵国想与我南齐一战，那么原本打算送贵国的主火枪，将会对准你们。南齐的结盟之意，朕已知晓，给朕一些时日，让朕考虑考虑。您保重。凤九言刚走出天泽宫，那是国主的双生妹妹素渊大人，快行礼。见过素渊大人。那是丞相赵大人，你也当行礼。你就是那个接榜的大夫？是。赵如兰直接上手，抬起他下巴。在西女国，女人对男人做这种事并不失礼。怎么这么早就出宫了？草民医术不够，治不了国主。医术不精，也敢接榜？莫不是招摇撞骗，想来宫中行不轨的？草民心系国主安危，才想尽力一试，奈何……本官不想听你狡辩。来人，将这庸医带下去，搜身，看他有没有偷带宫中物品出去，然后再打20大板。凤九言不怕杖责，怕搜身，暴露他是女扮男装，扣押审查。丞相大人的意思是，即便我没有私带宫中物品，也要杖责？赵汝兰倨傲地望着他。当然，不自量力的接榜就该罚。草民接榜是因心怀忠君之心，榜上并未说明无法治愈国主，要受杖刑。丞相如此下令，可算私刑。在宫中私设公堂，随意处置无辜百姓。丞相大人，好大的官威啊！来人，把这不知死活的庸医赶走！赶紧离开皇城吧，得罪丞相大人没有好下场的。这丞相还有那素渊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离开西女国皇宫后，凤九言没有直接回客栈。春楼内，凤九言点了个清官人，知晓那女子不想伺候客人，花银子包下她半个月。公子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奴家无以为报。您在奴家身上花了这么多银子，就让奴家伺候您一回吧。与其将初夜给其他人，不如给了您，知道奴家求您了。当晚，凤九言连夜逃出春楼，据隐卫们在暗中看了个真真切切。尹妻负责记录娘娘每日所行之事，随时送回南齐给皇上看。皇后娘娘寻继，继子热切，娘娘不从，被追2条街。哎呦，老谢，你写挺欢呢你啊！这种事儿也敢往上写啊？啊，还写得这么引人误会，老子有理由怀疑你他娘的是别国派来的细作。次日，凤九言又易容成其他模样，再次接榜入宫。国主，是外臣。朕不是说让你等朕消息吗？少将军打仗时也是这么沉不住气。丞相与您妹妹暗中勾结，妄图夺你皇位。哼，孟少将军，你的确聪明，才来西女国几日就看透内乱所在，比朕的其他大臣强。你说朕还能留你吗？话落，屋内突然出现一群蒙面暗卫，将凤九言团团围住。朕这病是年轻时候落下的，近年来每况愈下，尤其是最近几个月，一度缠绵病榻，无法起身处理朝政。丞相趁机结党营私，等朕察觉时，他已是万人之上了。东山国早已派人找到朕，要朕答应一同攻打南齐。说实话，他们给的好处虽不及南齐承诺的实在，却够诱人。瓜分你南齐，那么南齐西境15城都是朕的囊中之物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您若选择东山国，早在你我初见之时就该杀了我了。不错，朕的心更偏向南齐。毕竟谁能保证东山国灭了南齐后，下一个不是我西女国？只是西女国的情况你也清楚，不是朕不想与南齐结盟，是丞相把控朝政，他决意要和东山国联手灭齐。乱臣贼子当诛。
宫变不可控，朕输不起。接下去将有一场大战，少将军，你若等得起就等，等不起就回你的南齐吧。我只需要您一句话，与南齐的盟约可定否？可。您若想彻底清除丞相一党，会有更加稳妥的法子。外臣有一计。北燕，你要围攻南齐，我看你是要亡我北燕。父皇就快了，您会看到天下大势归于北燕，即便北燕做不得，他南齐也得死。现在把兵符给朕，北燕从无败绩，在您手里接连输给南齐。今天我就要反了你，杜千雪！你以为挟持他们就能威胁我？告诉你，我照杀不误。摄政王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赵汝兰，你竟然谋逆，杀光我们，你要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这朝堂上没有一个官员，你就是做了国主，也是枉然。突然间，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并且还抓着个他熟悉的人。这个也不要吗？王爷，救我！素渊大人，这个时候您不是应该向国主求救吗？放箭！赵汝兰，你疯了吗？我们是一党的呀！弑君是为了明主，那杀那些官员呢？他们是无辜的呀！叛军一出现混乱，凤九岩当即对胡元二道：“胡将军，保护国主，捉拿叛贼。”好，坏我大事，找死！赤渊剑破空而出，发出凛然声响。赵汝兰只瞧见一道剑影闪过，随后皮肉绽开。该死！如果不是此人，他早就杀了素千雪了。拿下！随着赵汝兰和两大叛将被抓，叛军群龙无首，很快被平定。伤势如何？无碍。赵汝兰同党尽数捉拿，其余人平安护送回府。是。皇前，我可是你亲妹妹。话还未完，就被一剑抹了脖子。赵汝兰狼子野心，为夺皇位，刺杀朕的皇妹，朕痛心疾首。皇后娘娘大战赵汝兰胜，赤渊剑立大功。尹二一干人等眼见娘娘被赵汝兰所伤，都没有出啊！什么一干人等啊？老七，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长吧？他们明明是听从皇后娘娘吩咐办事，怎么在尹七笔下就成了见死不救了？简直可恶！我可是实话实写，二哥，你们给我评评理。转头一看，其他人都在摩拳擦掌。揍他！众人一拥而上，抢他的笔，撕他的纸，爹的、娘的、大舅的，我让你乱写。凤九岩疑惑皱眉，好多模样俊俏的少年郎。奉国主之命，奴婢领来几个机灵的，给您上药。凤九岩对此感到莫名其妙。美男计，国主这是何意？国主念您辛劳，让他们好生伺候。如果这是贵国的待客之道，在下消受不起。劳烦嬷嬷转告国主，上药不必了，我该走了。暗处的隐卫们也瞧见这一幕，愁眉不展。大哥，西女国国主这是想干什么呀？哼，还能干什么？他想留下娘娘。一个时辰后，西女国国主来到偏殿。朕听闻少将军不满意朕安排的人。国主一番心意。再者，贵国的男子容貌俊俏，有他们为外臣上药，外臣岂会不满？只可惜外臣出使贵国前，曾在佛前发过誓，愿斋戒、静心、守身，以求两国友好结盟，共享昌盛繁荣。唯恐与他们有所接触，乱了心，破了戒，影响两国国运。不多时，西女国国主写好了国书，国书上写着：玄铁石、烛火枪，朕皆不需要。朕愿结两国同盟，并以西女国3座城池换贵国孟少将军。这是给齐皇的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朕这就封你做摄政王。据我所知，贵国上一位摄政王已是阶下囚，可见这位置不吉利。无妨，你若想要其他的……殿外那行事冲动的尹三忍无可忍，带着众兄弟骤然冲入，将凤九岩团团护住。孟少将军，何至于此？是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不过虚名，王朝更迭，皇位交替，能够名垂青史的帝王都少之又少，何况皇后？都退下！两国结盟已成，西女国不至于强留他。看来他们表面听命于你，实际上还是听命于齐皇。待他监察你的，即便你愿意留在西女国，也要被他们绑回南齐。您无需费心离间，外敌迫近，当联合一致，而非做这等毫无意义的事。终归是道不同了。